2026年美国房市最大投资客撤退潮，华尔街正在偷偷的抛售房产，美国楼市最大的买家跑了。2026年究竟还能不能买房子呢？我今天分享一个主流媒体都很少报道的真相：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20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者撤退。那些在疫情的期间把房价炒上天的机构们，现在正在疯狂地退出。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者的购房量已经跌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，直接一夜回到了2014年、2015年的那个水平。我们来看一下以前那些火爆一塌糊涂的城市，比如说杰克逊维尔、亚特兰大、夏洛特，还有奥兰多，还有纳森维尔这些城市。数据显示，投资者购房的数量相对这个高点，普遍暴跌了65%到77%之间。我们拿佛州的奥兰多来说，2022年的时候，投资者每个季度扫货，大概是4300套房子，现在也只剩下1400套房子了，狂跌了65%，直接回到了上一次楼市大跌的收尾的期，就是2013年。我们再看一下凤凰城单季度的购房量，从9400套断崖式下跌到了3000套，这个走势跟2000年中期那次房地产崩盘前夕的暴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机构为什么突然不买房子了呢？朋友们，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，这帮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，他们在市场上的摸爬滚打，看到了持有成本在狂涨，看到了租金的收益在降温，所以他们做出了最符合逻辑的决定：少买多卖。要知道，在这些城市，这帮投资者以前可是买走了市面上的30%，甚至50%的房子，现在他们不买了，那需求断崖式的下跌，结果就是房价也开始跌了。那么，为什么突然之间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就不香了呢？其实，从2010年到2022年的那个时候，美国其实经历了一个极其特殊的，叫做镀金时代。那个时候，美联储疯狂的印钞，贷款的利率被压得极低，闭着眼睛买房收租都能赚钱。但是现在是新时代了，资本化利率就是 cap rate，也就是你如果全款买房，它的租金回报率现在大概是4.8%左右，30年期的房贷利率远远高出你的租金回报率。这意味着，比如说你从银行借钱，利息要付6.5%甚至更高，但是你拿这笔钱去投资，收益只有4.8%，那不就成了倒贴钱的买卖了吗？你看前几年的时候，租金回报率远远高于房贷利率。如果你现在还想贷款买投资房，那几乎就是从你买入的第一天你就开始亏钱了。除此之外，政策层面的监管的风险也在增加。根据最新的报道，美国国会议员通过了一项一再打击华尔街大型房东的法案。这项法案计划出台一项新的这种全面禁令，限制大型机构投资者继续购买房地产。
我们拿市场上真实的房源来算一笔账。我们来看一下位于拉斯维加斯的郊区的一套3、4两卫的1800平尺的这种房子，房东花了47.5万美元买入。这套房子目前它的月租金是2100美元，全年的潜在的毛租金收益就是2.5万美元。但是在财务测算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扣除各项运营的支出，比如说1200美元的空置损失估算，4900美元的房地产税，1200美元的房屋保险，还有2400美元的维护维修的预备金，2500美元的物业管理费，还有500美元的水电杂费。扣除这些以后，净运营收益就是 net income，只剩下1.2万美元了。用1.2万美元的净收益除以你的房屋总价47.5万美元的购买成本，这套房子的实际资本化率只有非常微薄的2.6%。要知道，目前相对无风险的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都有4.5%了。那如果你再用70%的杠杆，按照65%的贷款利率去购买，每年光是还利息就要还支付2.5万美元，那就直接导致了你每年这套房子你净亏损是1.3万美元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的价格体系下，投资者是不愿意接盘的根本原因。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一套纳斯维尔的房源，同样是3房2卫，月租金是2400美元。业主在2021年的时候购入价是32.9万美元。通过同样的财务模型，我们推演，扣除相对较低的税费和各项支出以后，这套房子的净收入每年大概是1.8万美元，资本化率比较健康，有5.6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是使用杠杆，投资者也能勉强保持每年有900美元左右的这种微弱的正向现金流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问了，那按照你这么说，美国的房地产是彻底不能投资了吗？话绝对也不能这么说，市场大跌也得分地段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数据，像纽约、西雅图、旧金山、圣何塞这些东西海岸的沿海大城市，投资者跑掉的是最少的，因为这些地方买房投资人，包括咱们很多华人，本来就不指望靠那点非常微薄的租金、现金流来赚钱。大家赌的是未来的房地产的增值，他们把资产放在一个相对安全避险的地方做长线。但是如果你是在杰克逊维尔、亚特兰大这种疫情期间被炒起来的城市里面买房子，而且你又是奔着现金流去的，那么你现在的现金流可能就会被抽干。这也反映出了一个规则，如果你要在加州、俄勒冈、华盛顿州这些西海岸的地方买投资房，想要维持正向的现金流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如果你买房就是为了现金流，那你得去这个中西部的铁锈带，或者是东南部找机会。我们来教大家一个判断当地房价会不会跌的方法：盯紧租金。
决定房价长期走势的公式非常简单，工资增长加上租金增长等于房价增值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房价涨得太离谱，完全脱离了工资和租金的基本面，这个就叫做泡沫。目前全美租赁市场出现严重的分化。根据公寓市场的报告，旧金山的租金同比上涨了11%，圣何塞上涨了6.1%，密尔沃基、芝加哥、纽约等这些地区表现也非常强劲。租金坚挺意味着当地房地产的抗跌性比较强，但是像圣安东尼奥，租金就暴跌了6%，包括丹佛、奥斯汀、坦帕、凤凰城这几个地方的租金跌幅都超过4%，甚至前几年的明星城市夏洛特、休斯敦、达拉斯、拉斯维加斯这些地方的租金都在大规模的下调。租金再跌，说明楼市面临着通缩的压力，买房人会继续观望，他们会选择租房，投资者就会加速抛售。这些地方的房价大概率还要继续往下走。如果你是刚需购房者或者是租客，我们给你2个实用的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观察你所在区域的租房的优惠政策。如果你发现周边的公寓房开始有1个月甚至2个月的免租金的优惠，或者是整体的租金在下滑，那你可能要继续淡定的选择租房，跟房东谈判一个更划算的价格，至少推迟1年的购房计划。相反，如果你在旧金山，这种房东可以直接涨租10%到20%的市场，租金一直在往上走，那就不得不逼着你尽早的入场购房了。第二条建议，当你续租的时候，多了解一下数据，再跟房东谈判。目前有很多大型机构的房东，比如说全美最大的这种单户住宅的租赁公司，他们就采取了杀熟的定价策略。明明他们在佛罗里达州对新租客的租金下调4.3%，在凤凰城他们下调了5.8%，但是对于老租客的续约，他们还是会试探性的提出涨2.9%到3.7%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完全可以收集周边新租约降价的数据，作为筹码，去跟房东 battle， 要求降价，或者给这种免租期的优惠。总体来说，现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高利率、低回报的新阶段，华尔街都在疯狂的撤退。如果你现在想买投资房，千万不要闭着眼睛去买房子，一定要去算 cap rate， 看租金市场是不是被严重高估了。如果算下来用你自己的钱还在倒贴，那么你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吃利息，也别去当那个接盘的冤大头。如果这些数据和财务模型对你投资决策有所启发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订阅。我们用数据来洞察市场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